美国遭遇硬茬，西方阵营撕开裂口，昔日盟友集中火力，忍到现在已经无法再忍。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近来，沙特亲王、前驻美大使土耳其费萨尔表示，自1967年到现在，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的侵略没有受到任何的制裁。可是，当俄乌冲突爆发的时候，西方国家却在第一时间对俄罗斯实施了各种制裁。用这种方式对待俄罗斯，这不是双标又是什么呢？在接受采访时呢，费萨尔怒批西方双标，质问西方为什么不制裁以色列。而事实上，西方的双标做法已经是由来已久，这么多年，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西方国家就明目张胆的双标，遮掩都不遮掩，而让许多国家非常气愤。当然，基于西方的地位呢，不少国家即便对西方的双标做法非常不满，也是敢怒不敢言，生怕下一个遭殃的就是自己，以至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西方的双标是越来的变本加厉。不过现在沙特硬气了，在公然批评西方双标之前，这个国家此前还没有理会美国要求石油增产的要求。那么现在眼看着沙特越来越硬气，站在美国的角度上，怕是遇到硬茬了。值得一提，近来中国成功推动了沙特和伊朗和解，让两国长期处于矛盾漩涡的中东国家握手言和。此举不仅震动了整个中东，更是震动了整个世界。而美国自然也是坐不住的，毕竟这很可能会对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造成重大打击，而甚至很可能会对该国的中东战略以及美元霸权都造成致命性的影响力。基于此，美国国会开始有了小心思，想要切断美沙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以不再为沙特提供安全保护和断供武器贸易，来逼迫沙特当局呢改变外交立场。而报道表示，美国民主党一名参议员和共和党一名参议员共同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拜登政府呢依照对外援助法案向国会提交所谓的沙特人权报告，停止向沙特提供安全援助。显然，美国计划利用人权和安全恐吓沙特，或许在该国看来呢，此举能够让沙特重新听话，改变外交立场。可沙特会因此向美国妥协吗？就目前来看，如果要妥协，此次费萨尔就不会公然的批评西方双标了。费萨尔批评西方双标，是对长期以来西方的不满，也是变相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动手我也不怕。西方仗着霸权多年来没少制造事端，沙特忍到现在已经是忍无可忍，而可想而知，就算未来西方像制裁俄罗斯那样制裁沙特，沙特呢也是不会回头了。当然，不满西方的还有很多国家，沙特也不过是让西方阵营撕开了一个裂口。但如果西方继续不知悔改，那么裂口只会越来越大。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